鲍威尔鸽派暗示美国即将降息 ，BTC 站上64K， 以太币突破2700。好，万众瞩目的全球央行年会 Jackson Hole 会议已经在这个礼拜五正式落幕。联总会主席的一句话就直接让市场暴涨，美股跟比特币都暴涨了。影片录制的时候，比特币已经来到$64,000一颗，你忍不住追高了吗？先别急啊，因为这个礼拜呢还有几个不小的事件，其实还是预示着危机尚未解除。那其中呢，最重要的莫过于日本的货币政策，以及这一位有可能凭一己之力就让我们认为的下半年加密货币的牛市彻底翻盘的女士，她近期对币圈所表达出来的态度，实在是称不上乐观的。Hello， 大家好，我脑哥，欢迎收看本周的币圈周报。每个礼拜我们花20分钟的时间带大家整理上周加密货币市场最重要的焦点新闻，以及接下来这一周币圈投资人得格外留意的日期、时间跟币种。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第一个新闻我们看到，美国联总会主席鲍尔未达成软着陆，是时候降息了。9月预期降息机嘛。那上周的 Jackson Hole 会议之所以是万众瞩目的一个活动，不只是因为它是1年1度的全球央行的大盛会，在这个会议当中，美国的联总会主席鲍尔说的话，也往往会被所有的投资人判断说，接下来到底市场会走比较鸽派或者是鹰派的路线哦。鹰派就是经济政策可能会比较强硬，就是它可能会不降息，维持着现在的情况。而鸽派节日的降息，通常这代表市场上的活水会变多啊，无论是股市或者币圈这类所谓的风险市场都会比较看好。那具体的时间是周五的晚上哦。联总会鲍尔表示说，现在美国的通膨率已经更接近了他们的目标，过去12个月物价上涨是2.5%。我们都知道美国联准会他们之所以迟迟不降息，是因为他们很希望能够看到现在国内的通膨率是要压到2%的目标啊。因为我们知道，虽然降息会对市场好，但是如果造成通货膨胀导致的经济危机，那就是更加的得不偿失。那在过去的几年，因为美国实在是印太多美金到市场上了，所以通膨率有点压不下来的情况下，他们一直不敢去降息。就像他说的今年稍早这个通膨率下降的进度是暂停下来了，所以那段时间这个降息，原本大家说什么3月可能要降息，6月可能要降息，7月可能要降息，都没降。都没降，大家就都很担心，比特币市场也就都涨不上去。现在呢，他认为说美国现在已经恢复了向2%的目标给迈进，联储会已经更有信心，现在降息呢就能够让通膨率不但能够回到2%，还可以实现所谓的软着陆。在2周前，当时的经济环境是美国的失业率攀升的突然太快，触发了一个所谓的萨姆规则。那萨姆规则就是经济衰退注定会来临。那因为这个东西来临，所以导致说，那我们要赶快降息救市场。那样子就已经是所谓的救市场，就不是缓和的把市场上的钱流出来。如果是救市场的话，那可能意味着经济危机的到来。这篇新闻，日银总裁，如果经济跟通膨步入正轨，就会准备升息。这个是日本的央行总裁植田和男在礼拜五的时候在国会质询中表示，如果经济成长跟通膨符合预期的话，将会继续逐步提高利率，同时会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在有降息预期的情况下，市场依然会下跌的其中一个原因，其实就是日本的货币政策由于在过去长达17年间，日本基本上都是一个负利率的一个情况，所以国际上会有所谓的套利交易 （carry trade） 的情况。他们会跟日本的银行借钱，然后把这个钱投资到全球的各种标的物。但是呢，由于2周前日本央行将基础利率上调到 0.25， 许多原本投资在美股或者加密货币或者各种资产的资金，必须要把钱抽出来拿去还日本原本借的债。而这一个平仓的动作，也直接导致了市场的恐慌跟下跌因为我们都知道升息是一回事，对升息的预期又是另一回事。如果说8月初的暴跌是因为对升息的预期太过严重的话，而升息又是在所难免的事情，那这些央行的大哥们，他们必须要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同时又去升息，又去降低大家对升息的一个预期跟恐慌。而我想这一件事情，就是无论是美国、日本或这些很大的经济体的央行的总裁们，他们最努力要做到的事情，就同时能够将货币政策控制在一个稳定的情况，又让这些市场的投资人不要因为他们随口说的一句话，又觉得说市场要暴涨啦，市场要暴崩啦，去做某件事情。但无论如何，即使日本央行总裁的表态让市场认为这件事情不至于让经济继续的有危机风险，作为一个17年来首次加息才结束负利率的经济大国，即使市场没有过度的情绪跟解读，日元利率有可能持续升息的这个客观事实，还是势必会影响国际间套利交易的资金走势。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是我们币圈周报第一次打开除了美国以外的某一个国家的这个利率公布的时间哦。日本下一次利率调整的时间是在9月20号的早上11点，是1个月后的时间哦。当然，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上一次的升息是不是已经让国际上的这个套利交易的资金已经大部分平仓，即使在这一次再升息，也不会这么严重的影响市场。但是日元的利率毫无疑问是现在总经继美国之后，投资人最需要关注的一个利率变化了。下来我们看到民主党政纲未提及加密货币，网友表示说一套做一套。好，这个商币的新闻啊，尽管此前一直有消息传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将会改变拜登政府时期对加密货币的强硬监管态度，但是到目前为止呢，除了这个什么 Crypto for Harris 竞选活动之外，贺锦丽跟他的竞选团队都还没有发表对加密货币相关的政见。这让币圈社群越来越怀疑民主党声称的加密友好的立场。而上个礼拜呢，更有记者揭露了一个资讯哦，民主党在全国委员会第一天正式发布的2024政党纲领显示，里面完全没有提及区块链基础、比特币跟数位货币等加密货币相关的内容。各位，原本我们7月的时候，川普耳朵不是中一枪，当时大家觉得说啊，拜登不可能选上啊，川普一定上，然后共和党又是非常的看好加密货币发展。所以比特币稳了，然后呢，就在大家欢乐不到可能1个礼拜的时间啊，民主党立刻说哦，我们要换候选人啦，拜登要下来啦，换这位 Kamala Harris 就是贺锦丽来选。而且呢，贺锦丽在一些民调也是表示，他的民调的分数是比川普来的高一点。大家就开始很担心说，哦，所以有可能川普这次如果没有选上的话，贺锦丽对加密货币的态度是什么？那我们之前有提过，就是贺锦丽过去是没有对加密货币有任何的表态的情况。不过呢，很多人是期待他能够像川普跟拜登后期一样，开始觉得说，我们可能要拉一些加密货币的票，不要再沿用现在 SEC 主席 Gary Gensler 的路线，就是这么的强硬的压迫美国境内加密货币的发展。相对于川普的共和党的政纲里面提到说，他们会捍卫开采比特币的权利，并确保每个美国人都有权自行保管其数位资产等等利好加密货币的言论，民主党的党纲里面甚至完全没有提到比特币跟区块链技术，也让币圈人不免要担心说，是不是如果这一次11月的总统大选最终是由 Kamala Harris 民主党连任的话，所有原本大家预期有可能的政党轮替，导致美国当局对加密货币态度变得友好，这个可能性有可能会消失。那这个事情还有2-3个月哦。Harris 跟川普之间的民调的走势，以及 Harris 会不会什么时候跳出来说 OK 我要支持加密货币，或者 No 我还要继续强硬的监管，也是我们持续要关注的事情。好，看完这个总经之后，我们来看一些链上数据的东西啊。投资人躺平手臂等暴涨，链上数据表示74%的比特币超过半年未移动，大户在持续的囤币没有卖出这一件事情，乍听之下是一个非常直觉的利好加密货币市场的消息。你现在听起来可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如果你回去看前2周的周报，你会发现我们在当时其实有提过类似的东西。可是呢，只要在币价是在当时1-2天是下跌的情况，似乎大家就会忘记说，哦，这个当然是一个利好的消息，而不是一个哦怎么会有利好的消息又不涨，所以它是不是一个利空消息的情况。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大家要非常的小心，不要让你的心智去欺骗你啊。就是我们要如何用客观的分析去看待每一个事情。而不是现在如果币圈上涨的话，我们就把每一个消息都解释为利好，而下跌的话就每一件事情都解释为利空哦。下一个我们看到观察链上的5大指标，多头市场到底走到了哪一步？这个是 Foresight News 的 Chandler 整理出来的几个链上数据的指标啊。第一个是这个 MVRV-Z 值，这个是一个标准差指标，它通常是用来揭示市场价值与已实现价值之间数据的极端情况。它的用法是，当 MVRV-Z 值在极端的高位或低位的时候，往往对应着市场的转折点，就是在判断说现在是不是已经涨太高，我们应该要出货了。而结论是，现在尽管比特币的价格已经超越了牛市的上坡高点，但是其实 MVRV 的 Z 值还不到往年高点的一半。换句话说，就是很多人担心的比特币是不是在3月份涨到7万多，已经是我们这轮牛市的高点，接下来就已经走到熊市了。MVRV 只会告诉你还远远没到啊。那另一个是这个 Pool 乘数。它是去计算当前矿工营收跟过去365天平均的比值。橘色的线意味着现在矿工的成本，而当它跌到这个绿色的区间，意味着比特币每日的发行价值异常低，通常会是超级的良机。历史上在这些时期买入的投资者往往得到超额回报。你可以看到这个图这个是比特币的币价走势，然后这个是 Pool 的这个指标。你可以看到每次这个橘色跌到绿色的时候，接下来比特币就是上涨；跌到绿色的时候就是上涨；跌到绿色就是上涨；跌到绿色
几乎是百试不爽的，这个矿工指标还蛮精准。那目前呢，这个 Pool 指标虽然还没有到绿色，但其实也是非常接近。大部分的分析师看到这样的图，就会表示说，这代表我们可能还会有最后一波的下跌，在下跌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大牛市就会开启。我最近真的是看到太多这样的说法，就是分析师最喜欢告诉你的一句话，就是短空长多，短空长多，短空长多，就是现在接下来可能会有一波下跌，但接下来会大涨。每一天你都会说这句话，这个就是当一个分析师最重要的一个观念。那接下来还有几个，包括 Plan B 的200周移动平均线热力图，这个 R Huddle Ratio， 还有长期持币者跟短期持币者已实现市值占比，这个内容比较多，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来研究一下。基本上的结论是从链上数据的指标看起来是比较短空长多后市的一个情况。下一个我们看到 Stable Coin Market Growth by 1.3 个 billion。稳定币市场在5天之内成长了13亿美元哦。Tether 现在一直在印钱，我记得上周还是上上周我们也讲了Tether 在以太坊上又印了10亿美元，好像讲了2次吧。就这段时间稳定币的市值真的是疯狂的上升哦。如果你去看历史数据，在22年5月 Terra Luna 崩盘之后到现在因为是整个熊市嘛，所以整个稳定币市值在持续的下降。随着在2023年9月左右的上升，现在已经超越了 Luna 崩盘时期以来的最高点。当时 Luna 崩盘的时候，稳定币市值还有160个 billion， 也就是1600亿美元，现在呢已经接近1700亿美元了，而这个数字还在持续的上升。那其实我觉得稳定币的数值是一个非常少人提及、非常被低估的一个指标啊，因为它其实抑制了传统金融的资金跟币圈的资金的这个币值。就通常我们在选择投资某一个币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要先看某一个赛道，但其实每一个币对整个传统金融的概念来说，它都是加密货币赛道，而整个加密货币赛道，它已经准备要进场的钱，其实就是稳定币。如果今天稳定币的市值在持续的下降，那其实你可以想象，在这段时间，无论是比特币、以太币或者是 BNB， 都很难有显著的上升。但是呢，如果现在稳定币市值持续的上升，甚至来到近期的历史高位的话，那不要说接下来币价会持续的上涨，但是准备要买币的人，很明显都是已经准备好了。像我们看到黑神话发威，波场3 pump 日收入超过 pump fund， 孙宇晨喊名悟空等于悟空。然后上个礼拜整个币圈社群最红的一个游戏，竟然不是一个炼油，而是一个叫做黑悟空哦。我其实真的不是很了解，因为我自己是没有在玩这种大型游戏的玩家。但是所有的币圈的交易所，什么币安啊，什么 OKX、BingX， 每一间都在说什么来抽黑悟空的这个什么续码，然后一大堆推特上的币圈 KOL 也都开始在讨论这个悟空什么之类的。民币这个时候就做事了，悟空的币就开始发行，然后什么孙哥也是完全就有蹭到这一波热度啊。波场上的商 pump 就大家都知道 pump fund 嘛，就是现在这个民币的一键发币功能最大的平台，它在 Solana 链上的。那孙哥呢，这一次也明显是嗅到了近期的这个民币的机会，在他的主导下，他的这个 Tron 波场区块链推出了首个代币发射平台 Sun Pump。在上线初期就出现了许多金狗地道的一些暴富的传说，什么 Sundog 啦、Forfar、Suncat 的一大堆这些币。如果你是在第一天就买到这个币的话，你可能是会赚到一些钱的。但如果你是现在才看到的话，我是没有办法去告诉你说，我认为这个买进去你会持续的赚钱，因为你知道民币就是所谓的 pump and dump。它有可能继续 pump 上去，但是如果你现在买进去，它要直接把你 dump 下来，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个是大家自己要小心的。但是呢，作为一个币圈投资人，你要参与这整件事情，不只是你可以去玩那个民币啊，你会发现了一件事情是在前几个月 Solana 之所以会疯狂的上涨，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它上面的无论是 pump fund 或者是各种的民币的生态 ，Solana 链是完全是元甩，无论是以太链或者是其他的链。你看到现在呢，这个创上面的民币的生态已经是急起直追了。在这一篇这个是 Kato AI， 它贴文贴出来的时候，波场区块链上面的 Mindshare 已经跟 Solana 是一模一样了。然后前情提要，3个月前呢，他们的比值是95:5的情况。当然，首先这不代表我们就应该要去投资民营币，因为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你去投资 Pump Fund 的话呢，只有3%的用户会超过1000美元的收益。而且我们说这不代表波场的生态就会持续的上升，因为所有的公链都已经发现了，原来说现在我们的公链想要吸引用户，最厉害的杀招就是我们要在上面做一个民营币发射平台哦。而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门槛的哦。你也看到这篇新闻 ，BNB 券生态的面发行平台 For.Min 推出积分活动，可兑换面币 For 跟 Y。这2天除了波场链以外呢，币安链的生态其实也是蛮活跃的哦。那最主要的也是他们这个民营发射平台得到了很多的关注。完全可以想象的一件事情是，接下来有很多的 KOL 或者是无论是币圈新闻或者是公链的建造者会告诉你说，他在这个链上有这个民营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有一些获利的机会。
那些当然有可能会是暴富的机会，但是民营币终究是一个 PVP 的市场。如果你今天去抢任何一个很新的一个民营币，我们一定要意识到的一件事情是，你是在去赌一个可能10%的几率能够翻几倍的一个报酬率。如果你只看到这个报酬率的诱人，而去忽略它成功率的低微，那你可能就会在这上面蒙受损失哦。所以尽管说我们都非常乐见现在公链的生态看起来是逐渐的活络起来，但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小心这件事情。现在我们看到赵长鹏即将恢复自由身，社群欢呼牛市即将来临。各位，2-3个月前，我们的 CZ 被关进了美国的监狱，判了4个月的刑期啊。而这件事情呢，当时大家掐指一算那个日期，差不多就是9月他可能会出来，所以很多人也是发现说，9月好像有很多的利好的消息可能会出现。好 ，CZ 的出来有没有可能会是一个牛市的开端呢？根据 Decrypt 的报道 ，CZ 本周已经从南加州的监狱转移到长滩的 RRM， 这个俗称是中途之家。这是一个为刑期即将结束的囚犯做准备的住宿场所。而根据美国的监狱管理局表示 ，CZ 将会在9月29号正式获释。而这可能表示 CZ 到时候就已经可以自由的行动，它有没有可能无论对币安生态或者是整个币圈起到一个激励的效果，是所有人都非常期待的事情。下一个我们看到 State Street select Taros for crypto custody tokenization， 这个是一个资产管理高达4兆美元啊，它基本上是半个贝莱德的一个叫道富集团的金融企业，他们现在也开始布局了资产代币化的生态了。这间银行表示，只要美国的监管单位许可，他们即将会开始资产代币化的计划，以及提供数位资产的服务啊。那资产代币化这个 RWA 赛道一直都是我们这一轮牛市很多人非常关注的一个赛道之一，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轮华尔街要进来币圈的一个牛市。那华尔街是所谓的金融，那币圈的金融赛道就是所谓的 DeFi 嘛，去中心化金融。那这两个中间的桥梁就是真实世界资产 RWA 跟 Tokenization， 就是资产加密货币化的一个赛道。那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小众的事情的话，你可能只是没有听过，因为贝莱德完全就有在做这件事情，他们是非常看好 RWA 赛道的。那这篇新闻其实向我们证明了，不只是贝莱德一间公司对这个技术的前景抱有乐观的期待啊。这个总资产排名在美国银行排名第15位的道富公司，也是非常看好这个生态的。下一个我们看到再度出手购买比特币 ，Meta Planet 股价上涨近10%。这是一间被称为日本版 MicroStrategy 的公司啊，它先前获得10亿日元的企业贷款，用于增加比特币储备。目前呢，他们又使用了他们最后的5亿日元，购入了57颗比特币，平均购买成本为59000美元。消息发布之后，股价直接上涨11%，并表示比特币价格正在低档，因此将持续建立长期的储备。之所以选这篇新闻，除了企业界在买比特币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一个插曲就是上个礼拜五我去银行去办一个业务的时候呢，就是我其实要做美元定存的一些相关的东西，然后我的理专的经理就跑出来跟我推荐说，现在是美债的一个非常甜蜜的一个买点，就是你一定要买美债啊！我不懂为什么你不买美债啊，等等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他说的蛮好的，就是他其实让我有一点心动，就是原来美债现在真的是非常的不错。但是呢，因为我有自己的资产配置的规划，而且我确实已经有买一些美国的公司债了。那我当时的配置就是没有想要多买美国的债券等等。那我就这样很明确的跟他表达之后，他还是继续在跟我讲说，美债很好，美债你应该要配更多，你现在要存那么多钱，你至少要配1/3出来。我就跟他说有一个公司叫做 Marathon， 我们上个礼拜主播提到的，他们是一个挖矿的公司。正常来说，你挖矿挖到比特币你要卖掉，但他们不但没有卖，他们还继续买比特币。他们不但拿他的现金去买比特币，他还要发公司债去买比特币。他想要叫我投资海外债嘛，就是这些美国的公司债。我告诉他说，今天你是这个美国的公司，你发行这个公债的目的是什么？你要跟这些人拿这些美元拿去买比特币。所以说，如果这个公司债是一个会赚钱的东西，就代表这个公司在做一个对的事情。而公司做的对的事情，竟然是把这个美元拿去买比特币。那请问经理，你是不是应该多买一点比特币呢？anyways， 我也不是真的想要说服他买比特币，或者是去用什么平台等等的，我只是希望跟他说，我懂你的意思，但我有我的想法。结果就是他就是了解了我的意思，然后我们就很开心的就完成了这一次的金融业务上的交流。然后在这周整理周报的时候，又看到另一间公司又再去借债买比特币，就觉得哇，这些公司真的也是蛮狂的
所以如果手机前或电脑前的大家，你现在正在考虑买美国的某些公司的债，尤其是微策略或者是 Meta Planet 的债的时候，想想看，你花钱跟他买这个债，而他把这个钱投进了哪里，你会觉得非常有趣哦。下一个新闻，我们持续的追踪一下这个 Mt. Gox 还款的链上数据哦，因为我感觉刚才讲了几个可能比较乐观的消息，其实呢，就算我们不看总经、不看政治，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砸盘的风险会出现哦。其中最大的就是这个 Mt. Gox。别忘了，虽然说它已经还出去非常多，它里面的钱包里面还是有高达20亿美元左右的比特币是等着卖出的哦。证据呢，就是在上个礼拜2、上个礼拜3左右的时候，数据平台是有监测到 Mt. Gox 是转出了1万多颗比特币，而比特币也在这段时间相对应的从6万1左右砸到了5万8左右的价格。那如果你当时有仓位的话，其实你一定是会留意到这个事情的哦。那这个就是 Mt. Gox 当时在砸盘的。我们可以了解到的一件事情是，接下来持续市场上会有利多利空的消息，但如果 Mt. Gox 在时不时的这样砸盘，短期的震荡一定都还是我们要留意的。下一个我们看到转战 Web 3领域，日本电子巨擘 Sony 推出了以太坊的 Layer 2 Sonium。根据 CoinDesk 的报道 ，Sony 现在呢推出了他们自己的 Layer 2网络 Sonium 由他们跟新加坡的 Web 3基础建设开发商联合推出，预计使用 Optimism 上面的 OP Stack 技术，预计会在未来几天就会上线测试网。再一次，你现在看到 Sony 这样子的大型的公司开始投入 Crypto， 投入以太坊，投入以太坊 Layer 2，你会觉得理所当然啊，难怪币圈会涨，这些大的机构都一直在持续的投入。但是如果你回头想想，其实这些机构并不是在比特币上涨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做这件事情，在熊市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说偷偷来做这件事情，消息都有出来，只是可能演算法或者任何原因你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往往会觉得说价格才是王者，如果今天价格没有上来，你说的一切都是白搭。但是呢，在任何产业，如果你想要做一个长期投资者，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情都是这些基础的建设会先慢慢的越来越好，价格才会随之的跟上。所以说，很高兴又看到另一家全球最大的公司之一投入了区块链 Web 3的发展。好，本周前段的部分，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 DeFi 研究员 Ignas 跳出来跟大家说 Ethereum is good， 以太币很好。以太坊真的是我觉得最近我们说最近半年或者甚至最近1年，如果你拿去跟比特币相比的话，都是一个表现非常有限的一条公链哦。你看我们刚才讨论迷因币的时候，讨论到了 Solana， 讨论到了 Tron， 讨论到了 BNB， 好像以太坊这条公链已经被世人遗忘了，所以我必须要找一篇跟以太币相关的消息，帮他刷一下存在感哦。那这位 Ignas 是非常资深有影响力的 DeFi 研究员哦，他这边提到了10个跟以太币相关的看牛的观点给大家哦。第一个是很低的通膨率，这个我们都知道，在 EIP 1559之后，以太币甚至是一个会通货紧缩的币，它通膨率是比比特币还低的，供给量少，价格可能会上升的概念。第二个是开发者的量能以太坊呢，虽然说像我们前面说的，因为它的价格没有上涨，大家没有注意到它，但其实它上面的建设依然是所有公链里面毫无疑问的第一名哦。那这个也反映到了总锁仓量 TVL 跟上面的去中心化应用程式 Dapps 的数量哦。那看好以太币还有另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监管的确定性。永远不要忘了，现在全世界唯一一个在美国有现货 ETF 的山寨币就是以太币。现在你可能会看到所有的分析师会告诉你说，这有可能代表以太币 ETF 被高估了。但是呢，你可以想想，如果说今天以太币真的在未来一段时间有上涨，所有人就会回头告诉你说，我早就告诉你了，以太币 ETF 是多重要的东西。那另外几个也是我们之前有提过了，第一个是稳定币的领导地位啊，就尽管说前阵子 Solana 的交易量是非常大，但是我们看到稳定币基本上都还是在以太坊上。然后就是我们提到跟传统金融相关的 RWA 的发行量，大部分也在以太坊。模组的规模化，即将到来的 Pextra 升级，以及网络效应这些都是我们的二哥以太币在接下来这段时间有可能看好的理由啊。当然不代表说看好就直接会涨。大家还是要做好自己的 DYOR 那如果你也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对个别的币种其实也都有你的想法，你想要了解说这个不同的币，比方说 BNB 比方说 AVA 有没有一些分析师或者其他的看法？只是因为这个币目前的走势可能比较低，所以消息比较没有办法扩散出来。你想要个别去找的话呢？你可以使用这个 Wisdomite 的平台这个是我们半年前他们发币的时候，我们有合作过的一个 AI 的交易平台。当时我们是介绍了它一些 AI 交易的功能，但它同时有一个很重要的社群功能是在如果你把它调成这个中文模式，你在这个投资工具社会雷达里面，你就可以直接搜寻你有兴趣的币比方说你走 Solana， 然后你点进去看。你就可以看到它在各大社交平台，尤其是像 Reddit 或者是推特这种比较英文系，就我们可能华语圈比较不会看到的内容，
对于这些币种的分析跟看法那这边平台也会整理出，根据现在社群的活络度，短期内他对这个币价的看法，他可能是比方说 Solana 是 short， 他觉得 Solana 可能会跌，但是他当然 Solana 现在上涨，所以这个也不能当做是你唯一的一个看涨看跌的指标。但是我觉得，对于如果你今天手上的投资部位就是那几档，但这几档现在都没有一些消息面或者基本面的资讯，你不知道去哪里找的话，Wisdom买这边的社会雷达就是一个你可以拿来搜寻的地方。或者是呢，你也可以在这边直接用24小时或者7天看到近期社群上最活络的几个币种，看看说他们到底有哪一些重要的消息，是不是你可以使用的。因为在半年前我就拿到了这个 Wisdomize 的一个大使的身份，所以他有给我们一个邀请码。如果你使用下面的连接注册 Wisdomize 的话，你就会使用更多这些 AI 交易的讯号或者是其他的交易功能。当然，这个社会雷达是任何人你只要免费注册账号都可以使用的。如果你使用邀请码的话，你是可以免费开通所有的 AI 功能多达1个月。如果你是专业交易员的话，还可以在这个地方填入你的名字跟一些资讯，他们还有更多的专属交易员的一些 AI 交易功能可以提供给你，这个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提供给大家。像我们看到这个 OKX 夏日送好礼这个是 OKX 它近期的一个感觉是夏天的一个小活动，在9月1号之前，它会抽出27位幸运儿瓜分大礼包，有 iPhone 15 Switch 等等的，有点像它是在替它的一些social media 做的促销活动活动规则超简单的，你只要追踪他们的中文 IG， 然后加入他们的 LINE 社群，完成这个表单填写你就可以抽这些东西，就不用花任何的钱，非常的轻松方便。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的说明栏。很多大的解锁的部分，我们看到这个下个礼拜2的时间，这个游戏公会币 YGG。有高达 3.7% 大的解锁，700万美元左右这个通常大的解锁意味着市场上流动性的上升，可能会币价会下跌，或者是项目方有可能会在这个时间的前后释出利好消息拉盘，所以持币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那总计的时间呢，这个礼拜是没有特别的时间，下一次 FOMC 会议决定可能会升息降息是在25天后的9月18日是在日本刚才有提到的2天前。那目前认为说降息1码几率高达70%，降息2码的几率差不多24%。那这段时间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导致这个央行鸽派的态度有收减，因为很多人可能认为现在鸽派已经 price in 了，如果这个鸽派态度收减的话呢，可能会对市场有比较不利的影响，所以大家可以在这边可以留意一下降息的一个预期。最后呢，就是在分享另一个练习生的这个免费的讲座，倪南茂老师又来了，我们最厉害的股市的投资团队来做的一个加密货币的课程。下一次的讲座是在8月28号礼拜3的晚上7点，我们有实体也有线上的讲座。实体讲座在这个兆基商务中心，非常大非常漂亮的一个场地倪南茂老师会跟你分享，在3大利好加持的时候，如果又遇上经济衰退，币圈会怎么走？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做什么样的配置好，完全的免费报名，只要免费注册练习生，然后你就可以在这边报名，看你是可以实体来，或者是听线上的讲座都可以，分享给大家。好了，那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币圈周报。连续2周的平盘震荡，我们终于有一些上涨的迹象市场终于开始有点往上走但是呢，其实有很多的指标都告诉我们说，现在这个上涨如果要直接追高，可能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但是呢，我们知道只要你把杠杆开小一点，甚至就不要做杠杆你是这种一个长期的投资，你投资的是比特币现货、以太币现货或者其他最主流的加密货币现货。长期而言，只要基本面持续的上升，我们都有理由相信，即使 Kamala Harris 短期之内是不喜欢加密货币的，这个市场终究还是会越来越好你怎么看呢？你觉得现在我们已经是正式的突破6万1左右的区间，接下来就要直接迎来牛市，还是说这有可能是经济危机之前我们最后一次出逃的机会呢？可以在底下留言区跟大家分享你的看法。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帮我按赞，这个影片分享给有兴趣的朋友。对我的频道的 YouTube 上，在我们讲看加密货币内容，所以比特币就会涨。有任何问题都在底下留言区留言我。那就这样了，我是脑哥，我们下期再见 ，peace。如果你想投资加密货币却还没有账号，可以使用底下的币安连结注册。币安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用底下的连结还可以享有交易手续费20%的返现。如果你想要量化交易、聪明投资，可以使用底下的派网连结。派网是币圈知名的量化投资交易所，一样使用推荐连结可以享有20%的手续费折扣。